比较亏了嘛。是，所以前期的话，其实还是双弹这边牵制会比较舒服。对。不过感觉逃脱大师的道具也不是说特别克制台球手。监护者要选择更靠小船的位置，能让你逃脱大师我第一时间上这个大船。但想了想，还是不该选。他们也怕你监护者没选择中间，反而选择。好，进入比赛画面，也是先奔着小船去了。小迪的点位的话，还是要在这边的窗口看，利用到他的这边的惯性。不过前期的话，因为魔术师手上也有魔术棒，是感觉这里可以稍微再去牵制一下，而且这里点位会比较好一点。去窗口，魔术棒的话得先用啊，如果不用的话，你这个窗口可就进不去了。是的。因为本身有一段小加速，其实感觉前期还在台球手还没开技能的时候，还是比较有用的。是。而这边的一些板窗区会比较多。先封住了中间的密码机啊。那笑笑等一下进度的话，还会倒退个30以上。反正前期的话，对于台球手来说，我能够先去逼的道具都是赚的。但这边的话，板子是已经没有了。所以得去利用一下别的，这的话可能得去放一个魔术棒。不过雨梦这边也是选择了一手踩板。双方的博弈也非常的精彩啊！在这里，其实我觉得刚刚直接往后出一刀的话，其实会更好一些。对，主要可能小迪那边也没有想到。对，都没能想到对面的操作是这样的。那现在的话，手上是还有一个魔术棒，闪现已经好了，想办法去拉开一个闪现的身位。对。魔术棒并没有能交得出来，所以现在闪现击倒之后，场上密码机其实也就踩2台。看等一下救援位置能不能救得好一点，让他下来能再牵制一段时间了。毕竟你现在手上还有根魔术棒嘛。是的，这个点的话，其实挂的也会离刚刚3窗会比较近一点。对。先放迷烟炉。中场的密码机，等一下倒推的次数实在是太多啊，不太好修。浪费逃脱大师的时间会很多。是的。对，这个的话有一个无伤的救援，然后再帮扛了一刀。是的。感觉你现在的话就是看一下你这个主球的释放了。魔师是有机会能2次牵制一下的，但是你要往双11跑，这个牵制位置就牵制不动了，因为你这里的双11板都已经用过了，前面已经用完了。魔术棒今天堵位堵不住啊！这里一刀还是能跟上。主要你右边的话，其实交互会比较多，反而是这里往这边转的话，其实板子都已经用完了，然后地形也比较狭窄。我是觉得刚刚不如往木屋牵制，除非他认为木屋这边是有个地下室。但在这里的牵制，现在桃花大师已经要了7项的暖雨啊，马上状态就要能回满。那就看一下压满的这波救援是选择让花瓷过来先卡着。对，这里的救援也就只是给个化险为夷了啊，先交个风，为了是能让自己不在外边吃刀，一旦要是外边吃刀的话，他椅子面前一定会放一个主球将他吸走。但是感觉目前这个密码机的进度其实也并不是很多，不多，因为首先你这个魔术师是没有机会再去牵制了，你被淘汰掉了之后。其实也还有2台密码机要去打，前期的牵制时间并不久嘛，而且你在二次牵制的时候，陶大师其实已经是给到了魔术师机会了，但你自己的一个牵制选择点位吧，并不是太好。不过还好，这张地图的话，其实台球手在中后期控场的时候，并没有说特别的舒服。对，因为密码机离的距离会比较远一点，是，所以就会可能出现到一些你在中后期想要去控场，但是一直续不上节奏的场面。现在局势是比较利于监管者的。现在的监管者呢，主球也有，闪现也马上好了。如果说现在能击倒到这个桃花大师后边，其实能握着个3双以上的机会嘛。是的，但是对于桃花大师来说，他其实并没有任何的牵制道具。对，可以直接解决桃花大师的。还是想先再控一控，他怕中间是有人过来进行破译。其实我感觉他最好还是先起一个击倒，这样的话你能让外面可能密码机上面。因为有一个人要过来卡着救援，是的，所以密码机就越修越慢。他击倒谁现在都行，你击倒花瓷也可以嘛。是的，那如果说要去选择一手控场的话，你可能最终还是得起一波击倒，不然你把外面的这个状态控了，没有起击倒的话，就相当于没控。是，平地先拿一刀。而且你其实本来这把的密码机的进度也不会说是足够的，所以这里的话尽量的还是说多去追击一下。那现在闪现已经好了。将自己的闪现也是直接省下，
依靠自己的主球先击倒了气象，那这样中间的密码机他还能再次控一控。小木的密码机他是控不住了，肯定是能量。是的，他想要去一直压住你中场逃脱大师的第一台密码机。那这里可以直接交闪，不要让他再牵制了。是。逃脱大师这边也是想直接预判进行了个反翻，但这边刀切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先攻击得到了才翻过去。挂上船尾，现在的救援，其实你就算是过来救，中间的密码机也会一扣再扣。是的，而且那边的话，因为你气象还是倒地的，所以他在过来救援之前，还是得先去把人摸起来才行。对，现在花瓷没有办法去破译中间密码机，因为你一旦破译中间的，谁碰雨梦他现在就会去刷谁，所以现在花瓷他只能去破译角落的密码机。古董上尉要过来进行救援，要保到逃脱大师下来，能去拉远一点时间，给到角落那边密码机推更多的时间。 那雨梦这边也不让你去外面破译了，想先把你人赶走。那角落这边密码机，还是过来先将花瓷击倒吧。反正现在就打一个来回奔波。是的，但是花瓷那边一个飞轮交出来，所以这里暂时也还没倒。而且你现在的话是没有闪现，看一下这个板子的博弈。是，这个短板一踩，花瓷就没办法牵制了。 那边的话，其实中场的密码机已经是在摸满逃脱大师之后开始破译了。对，感觉中场那台现在对雨梦来说是有点控不太住了。是的，大概现在密码机你也只能亮，因为你现在不亮的话，气象他也没有带火反照，你过来救的意义，他一旦被打针对性的话，你雨梦他可能会直接再选择追第二个人这局他就有机会变成一个4抓了，所以还是现在比较亮，比较稳妥一些。 现在过去找一下卡在大门的人。是的，其实他是看得到笑笑是卡在这个地方的。在船尾，板子翻了过来，哇，是赤红去点的门啊！主要赤红那边可能点门的一个距离跟时间会比较久一点。不过因为你是在大门这边击倒的嘛，在没有底牌的情况之下，没技能是比较难去赶到古董商的那边的。对的。 古董山那边点门还剩个12秒，所以这个门是一定能点开了。这边已经是有点拦不太住。拦不住的。9点的话也一直是在往那边放。哎，这把的话其实也是能感觉到 MRC 他们因为在前中期的节奏并不是很好的情况之下，他们也是想着我止损的打法，就尽量失常的话就会比较拼。 对，但现在可能歌剧，我觉得这个版本更多的还是携带手闪现，而且你像移形的话，你可能在这个阵容抓挑阳师吗？抓古董商的话，你过去吃几个机关消。是抓守护人的话，其实可能你前期虽然说道具，还是想奔中场，先把这个化险为夷给它吞掉。 板子先踩掉。是的，就这个点的话，如果说你要去追守墓人，可能就会面临到板子下完，然后再下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还是得先把板子踩了，确实才能去拿到你的第一刀。海边的板子好像也已经帮掉这边，帮守墓人把这个板子已经下掉了，所以等一下守墓人应该是会持刀往海边去转。但这的话还是一个长板的区域，是能拖得出来吗？还剩1秒。哦，感觉这里的话要先拿一刀了。先拿一刀。 那你如果说是先拿到一刀再下铲的话，那你肯定就没那么赚了，因为我先把你的铲子打出来，我后面闪现就可以把你击倒。再往木屋牵制，木屋这边就是古董商了。感觉这里的话，其实拿刀频率会给的有点多了。古董商得帮忙，再不帮忙，守墓人是撑不住的。是的，但是你这个点去帮守墓人去转点，其实它也是一个先贴近身位，然后再等几秒钟，可能也就这个时间上面差的不会很多。对，密码机都会干扰到，往海边牵制也好，还是说是往木屋牵制也好，都会干扰到这边的密码机。是的，这里闪现击倒。那第一波的话，其实气象那边也是有携带一手化险为夷的，感觉可以让气象先来救援。海边密码机是69的。 但是其实你前期消耗的道具对于牵制时间来说会比较多，因为守墓人那边已经是2个铲子用完了，然后古董商也没了1半的机关消。其实要不然枯草把他救援下来之后，让守墓人直接切海边算了，然后枯草直接破一新的，去破一大船的密码机。风先吹一下。强风。对。最后下来还是想分头走。是的，这里想要去摊一波气象的双倒。对。
但是有一点点卡脚，所以是没摊到，就回头去先击倒一下守墓人。是的，再吃一刀回来。海边密码机依然是没有动的，气象还是果断选择去破译一台新的，去往大船。但这里的导地牵制，海边密码机并没有去破译到，所以等到下一次的调香师过来给到化险为夷的时候，看能不能再给他破掉吧。嗯。那脸上的话是海滩那边2个人在破译。对。看能不能拖的时间拖得再久一些，因为他现在能拖得再久，能去等到古董商密码机我能破1亮了，然后带着自己的接官鸮过来去保这边的守墓人。嗯。吃一刀救了下来，化险为夷还是要带走的，他要给到调香师去破译海边密码机。然后古董商的密码机已经破译到了9成多。是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有一个容错，我可以让磁铁那边稍微过来 OB 一下。对，想要吃到硬开啊。那现在如果再 OB 的话，他的压力就比较大了。你不能倒啊！你一旦倒了，节奏续上。主要其实可以看到密码机差的就是最后气象去兴起的第2台。对。所以在这个密码机的进度之下，感觉是有一点机会能够进行操作的。古董商还是想试试。哦，对，是打下来了一波。要扛。但是古董商自己是没有回光返照的。扛到了密码机，现在也有了个8成。调香师现在也想过来帮忙扛。看一下这个薄板子短板可能还是比较难去博弈。来得及摸头吗？好像来得及啊！翻窗过来，抢先摁头吗？摁到了。哦、那这样摁头，其实密码机就能够了，直接亮，能够直接开。不过古董那边其实还是躺在旁边的。是。那这样的话，其实可以考虑说你要不要就你挂上之后，其实古董也跑不掉。对。感觉这把可能还是比较偏向于一个平局。没错，古董商现在是极限起来了，有接官鸮往木屋去藏。对，现在的话其实可以去占一个安全点位，因为你刚刚是交了自旗起来的，你肯定是往木屋那边去架。如果说 Sprinter 那边想要去争一个多抓，还是得先有个击倒，然后再传送。没错，监工者是没有办法管这个古董商的，你一旦要管这个古董商，大门肯定能给你点开，然后保证平局。胡草也要牵制一下，自己手上气象瓶也是能再次使用个风，还有加上个云的。是的，那现在的话，其实小门已经是在点了。哦，直接使用一层云，想要去往船尾，但船尾落地其实也是找一个点位晚点死而已。但是那边磁铁它的点门其实还差一点点，感觉他点开的这个时间有没有机会去拦一下调香师啊？但感觉可能还是比较难一点点。古董商手上现在还有个机关鸮，哦，有个飞轮，有一点点的机关鸮。如果说第一时间传送，可能还有一点机会。是的，已经传了过去，过来就是一记机关鸮，再加上个飞轮，直接使用出来。等等，但是被打出来了，哦，还是爬进去了。是的，这个角度让人其实有一点引进吧。现在有很多女王风携带就是张狂加底牌，对吧？我不要自己的挽留了，让自己的前期追击的话，我有一些追了。你要找这个病患的话，站台上就能给你先玩个70两圈。对，感觉前期拉点会比较久一点。对。好，当时肯定也是带了个双弹，不过还好，对于好进入比赛，也是直奔着桃花大师那边去了。桃花大师现在也是想往起点去拉点啊。Sprinter 的话，其实上来2局都是冲着这个救人位去的。对，刚刚那把也是上来先追击一下守墓人，这把是直接选择追桃花大师。年炉放出来是让自己这边的狮子不容易被命中，但 Sprinter 现在也有点丢失目标。是的，这边的话视野是被迷烟炉这边干扰到有点厉害了，所以前期反而是让11那边拉开了一个很远的身位，越拉越远啊！而且你再往前面的话，这个区域是已经近点了，那肯定是跟刚刚相比，刚刚那个地方会对于监管者来说比较有利。对，再放这个迷烟炉不太好打中。这强体一直是在挡，那现在手上的主持道具现在已经是没有了。哦呦，这一次是人命中，只打了个1/4的伤害。那密码机其实已经是掉的稍微有点多，这里有个板子，这里还被砸到了。其实感觉 Sprinter 的话是选择一手头铁响过板。对，一线带跟进。看这里的14能不能命中？哦，命中了的话那就秒了。是的，那前面的话就算说你被动打出来，这里还是没有牵制的点了，因为你板子已经被踩过了嘛。对，你大空地的话就会被击倒。但是因为这把求生者是携带了4个化险为夷，所以你就算击倒了一个，外面还有3个。这化险为夷能拖你太长时间了。我估计这Sprinter他也猜不出来你到底有几个化险为夷。这个4个化险为夷有点难猜，你说猜3个会比较常见。
而且这边的话，因为你病患有钩爪，可以跟你去勾木马的点位，所以还能再去拖一点时间。用反哺，想必病患快点救援。但这里还是救的会比较早。对。但也还好是救得下来了，总比没救下来好。倒远一点，想倒在一个金教屋附近，然后让心理来救援吗？貌似旁边是心理啊。对，旁边是心理。心理现在已经在金教屋旁边卡好了。就不管怎么样，他一定是在金药屋附近的啊！你就算是挂在外边的话，他这桃子大师也会利用自己的转移法，然后将自己转移到鬼屋这边。这里是通缉到了病患，是的。那现在是转到外面，枯草已经是在附近等着了，已经藏好。外边2台密码机一直在破译啊。红马那台呢是86。他们2个人现在都是已经在破一台新机，14并没有能命中，选择直接普攻，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心里想打双刀还是真的太难了，他能扛14，扛的次数太多，就容错比较高。对。好，在起点附近，让你挂椅子时间变久一些。但现在的话，其实3台密码机进度都挺多的，偏多的。破译比较慢的可能是75的那一台，红马密码机心里也已经破译到了，而且你3台现在都已经有人接上了。等到你挂飞，首先90多、96、7的那台是能够直接开掉的。对，要直接切传送了。切传送找过来，找的是18。但是因为你现在是交了传送，然后落地了之后，得有人立马过去填密码机，这样的话 ，Sprinter 那边可能开门战就会没技能。对，所以 Sprinter 这边也是知道了这一点，回来赶紧压住这个密码机。是，刚刚14是直接命中了病患，但现在他也必须要做波防守，他不能让Jump的密码机直接被破一亮。你要被破一亮了，他现在没有传送，局面肯定是锁死个平局了。是的。所以现在的话，其实对求生者来说，外面也还有1台密码机可以去打。对，因为你这台剩下的3台有1台的起点，然后终点站是2台的。所以 Sprinter 想要去排到他们的点位，但是其实离得都很远，都是站在一个离密码机比较远的安全位置。是的。现在给压力归给压力啊，不能倒地。你一旦倒地了，没有带火网反照，被监控者发现了，打针对，这局面还是能打成个3抓等等。14已经命中。那边枯草是想要贴过来，但是因为刚刚离得也是比较远，所以第一时间没有摸到密码机。是。那 Sprinter 这边发现你没有摸到密码机，他就想要说，我先把这个磁铁起一个击倒节奏。对的。密码机已经在修了，看这里能不能尽快的去击倒一下。想拼一次，也是完成击倒，密码机还并没有能压好。那你现在还想着救援吗？你没有化险为夷了，要不直接亮吧？那这把是选择直接亮了。对。哎，你过来救你是没有带火反照的，是的，容易说你自己要倒地，倒地那你桃大师到时候啊，你这边的病患他也就没法走了嘛。而且如果说你等到这个时候直接开密码机的话，刚刚他们是有个人在起点的，所以病患那边门会比较快一点，而且第一时间 Sprinter 过来并没有去排到这个心理的位置，他这把可能还是比较偏向于一个3抓。对，因为你这个人有点不太好走，地窖的点位很远，但是起点门你是拦不到的。想着过来强势救援一次，但有挽留，没办法。论速度还是女王峰这边比较快一点。是的，在第2局啊，第2局下半场也是拿到了一波3抓。就这把其实密码机上面破译的，飞行家应该没有带火反照。但大副得带。监控者这边是选择了在终点站台附近啊，既然选择在这里呢，对于飞行家的针对肯定是。在终点站台，先准备着绕一圈，看能不能逼出飞行家的悬停。那这里可能前期还是比较难一点。对。大港往前走了。对，这是稍微防了一下，但身位会比较近，所以花色这边还是得先把自己的大喷交了。是的，悬停直接交出，接下来就剩2个普通的喷气背包。现在有个窗台，蒋球也在防啊，看能不能骗到你这边的窗户直接翻过来，翻过来之后就能拿一刀。是的。那前面这里的话蹭了一个板弹，可能也是得比较早的去把这个飞行器交出来才行。这个话先等到你贴过来了，然后我再去喷出来。骗监控者过来嘛。现在板区博弈，监控者也只能踩板子。
这板子你不踩的话就变成长板了。对，但这样的话就有一个短板的博弈。喷气背包并没有好，所以这里倒是能拿到。板子也不着急下，等另外一块儿。哦，这块儿的话也不下。但是你那边的板子是已经被踩了。是的。不过这个移形感觉交完了之后，并没有说拉近身位。 反而是变得更远了。哎呦，这个喷气背包用的太灵活了。而且你这个板子刚刚没用，现在还能下。对。那你技能又已经交出来了。然后另一块板子也还能翻。能一直玩啊！回溯的架点一直没能让自己有太好的身位。对，感觉这一波其实你移形交完了之后，收益并不是很高。对，这里还有一点小白角。那这样的话，还能再去原地牵制一下下，密码机已经是几乎3台了。 没错，平地又去拖到了4、5秒的时间，密码机已经是有了3台了，现在就看让谁来救，是大副来救还是说是让斗牛士来救？我觉得这把你要救的话，可以大副修完再过来救。对，因为比较近一点，而且它是有一个说你摇表过来的容错。如果说已经过来了，我感觉小迪这边应该是想分担一下大副那边贴过来的压力。对，应该不是小迪过来救吧？还是要分开。 他过来是还是小迪过来了，还是他来了？想省掉这边大副的化险为夷。不过其实笑笑那边也跑得差不多了，那就相当于你稍微推了一点点的密码机进度，不过也还行，因为前期节奏会比较好。是的，这里还想要带走，让花瓷直接带到帐篷的后边，带到帐篷后边能让园丁去破译红马的密码机吗？大副现在其实就等待就行了，要不然的话给他摸点道具吧。 要给他摸吗？想要先补一下密码机，担心密码机不够。边家其实等一下真要能牵制到4人开门战啊，其实手上没有道具也会让江秋能抓住机会打成平局。大副现在摇摇怀表，硬拖时间，看能不能压得再满一些，给到这个化险为夷。对，感觉还能再拖一会儿。是，那现在密码机其实还不太够，得需要下来再帮助。 去扛刀啊，或者说是打团，斗牛士可能也得来。是的，这里的话可以帮忙去卡一下，帮着卡住板子。卡板。是。他现在任务就是要拖，但是有个移形哦，移形的话可以回跑。能再扛到这下刀吗？哦呦，好极限！哇，打到了，扛到了。那这个飞行架回光返照的呀。斗牛士能来了呀！斗牛士现在只要能给到减速，其实密码机就够了。 要先给吗？其实可以给了，对，可以直接给，因为你现在密码机差的不是很多，还是选择一些比较容错的打法会更好。能压好，还想卡位，要拖。但是你这个一插刀就好了，因为飞行架那边是有回光返照的。没错，现在就可以分散了，密码机已经压好了。你自己的移形也已经交了，那现在其实就不只是平面了，能让求生者去打出一个争赢面了。是的，那江秋那边的话，想要去回头找一下赤红，但是你这边的话，2个板子都已经拍过，你还得先踩板。 踩完板那边赤红都已经绕到后面去了，这点位还能牵制啊！他是带了个双弹啊，双弹化险为夷啊，还能玩。这边回溯的一个点位也是比较远一点的，赤红这边还在拖，在硬控，控了出来还能再进到帐篷去玩一圈，想再走一下吗？走一下，给到个减速。是的，但是这里的话，左边的板子还在。 2边门都要点开了，他没果断的往外拉，他怕自己没有打断那个波隐喻。但主要是江秋那边，因为他刚刚是把那个移形也交了嘛，对，所以没有技能。但是这边处理赤红也是确实处理了他们点完门、跑完图的时间了。那最后是 M 携带了有3个啊。哎，今天的化险为夷数量好多啊，好多。我们甚至看到了4个化险为夷的，很久没看到4个了吧？的巧门。 在这个点位追击火灾的可能性就比较高了。心里这里的点位木屋可以先绕一圈。进入到比赛画面，潜勇者想追击火灾，火灾是往墓地牵制，自己也是直接吸到了个藤蔓的能量。但这个点的话，其实杂货商是能处理的。对，因为面对这些连续的长墙。 哦，还好。不过这一下是还行，因为碎石还有刀都没有打到。对你要是往后坦的话，不只吃这边的碎石，还要吃个普通攻击。对，而且它还好，就是气囊放的一个位置会比较好一些。可惜这个气囊并没有堵住路。
能躲掉吗？躲掉了，这是躲掉了。感觉赤红在牵制杂货商上面是比较有经验的，没错。而且气囊是没怎么失误。飞轮也马上好了，哇，这一下也没有中。这气囊还能收，能再利用。是的，这里还能再放一个藤蔓，回头走。但是雨梦这边藤蔓释放的一个位置也是拐的比较大一点，所以赤红那边并没有给到机会。对。那你前面其实无伤的这个时间已经是比较久了，太久了。那这里还有一个气囊又弹了一下，而且雨梦怎么一直不去处理这个气囊？这么能忍吗？哇，反正也是直接翻。你也是真敢翻，真的敢。他将这个点位是直接完成了个月亮河，一直绕圈呀，是的，这怎么办啊？而且你如果一直不处理，他来回弹，你就完全处理不了了。真不处理吗？而且你这把是一个窥视者，这已经接近无伤3台了，才拿碎石炸到了1层伤害，想秒他，想碎石再预判一次，没能预判到。哇，这个碎石也是没打到，那你打了一刀之后，我现在前锋过来帮怎么办？只能说是再见了。这火灾已经跑了108000里地了。是的，而且我稍微帮了一下之后，我前锋还能回去再去破译自己的密码机，那我火灾又能收个气囊，还能转点。对，去到了红毯。你带了一个窥视者，你又没有快速贴近的这个机会。哎，不过这个远程的藤蔓倒是缠到了。是。感觉雨梦这边反而是这个藤蔓越远，缠得越准。对。这个气囊其实要刚往远处去放的话，它直接借着弹着藤蔓其实就缠不住了。对，而且那个地方因为有板子，对，所以如果说你把那个板子拍了，再利用气囊的一个堵位，藤蔓是大概率中不了的。密码机其实现在也已经够了，现在已经4台密码机了。花瓷这边过来救，你怎么拦呢？而且我前锋可以跟你配合，就是我这把可能不需要你去单救，因为我这把要开个化险为夷出来，然后让火灾导远。对。然后导到靠近墓地的地方，出刀直接导远。还要打针对吗？你打针对这个角色，他是带了回光返照的，想回收气囊。是，你这气囊再不清，利用率有点太高了。你打完这一刀，那个气囊另外一个气囊是不是也能回收啊？好像时间来不及，应该会倒在气囊面前，想倒到个板区旁边，让前锋拖点时间。不太好撞吧？撞不到了呀。是，主要他自己吸了一个地表。哇，这也是仗有心理，无所谓啊，心理到时候再给个移情，可以让前锋再次进行救援。对。要搭吗？还是说让心理过来？哦，直接拉球。但是那边你还是得去换人过来救援，这样的话密码机会比刚刚稍微慢一点。心理已经跑过来了。对，而且你现在不太敢去冒这个撞救的风险嘛。对。那这样的话就让心理过来陪跑就好了。是的。现在就是2个人配合就行了。你移情已经交了。一个飞轮把碎石躲了。对的。等一下，其实现在要打的操作就是等你火灾被击倒之后，哦，还要再拉球撞，那就不用需要打配合了。而且这样的话，你会面临着一个开门战可能没技能的情况。这里缠还是缠到了心理。确实。板子翻了过来，再躲碎石，躲成功了，一刀是击倒了。但是看一下你这个擦刀时间，极限能够。哦，直接开了。是没有。而且刚刚还有个气囊，再次回收。感觉这个气囊用了100遍这把。哇，这气囊是都不用回收了，想要直接去开小门。那如果说解决掉小迪能缠到吗？貌似都缠不到，追都追不上。因为你这个藤蔓的距离，极限距离不太够。对。大小门现在都一起在开，化险为夷现在也还好，是全都用完了，否则会给到求生者，我能再去争1争4了。小迪是直接往2号去牵制，不给你前锋者能去控任何的门的说法。不过这个点的话，倒是没有一个走地窖的机会比较小一点，因为地窖的距离毕竟比较远嘛。是。那最终是完成了一个3跑。那代表是个女巫。可能你就跟就是他们选手的心率一样，一直在往上飙升你的期待值。对，他得绕，他不能追着勘探。勘探是很有可能带个双弹飞轮的，你前期追他比较吃亏。但可能你也考虑到说，你如果说先追勘探员，后面就没人过来，对，去帮忙了。你要追他，想找勘探员，并没有想要去中场。我感觉他这个选点，因为大概率首先这边就不会是一个大副嘛。对。所以他这把应该也是冲着这个我可能会追击到勘探员来的。再等自己的本体醒出来。
自己的本体信出来之后，再将这个寄生放出，会将勘探员直接赶出去。是的。哎，哦，还好。再控的久一点的话，刚刚的本体可能就要直接停住了。但这里的话，你会形成到一个，哎呦，这一刀其实是他信徒过来的一个位置。是的，他的磁铁刚刚也是直接交出了，让寄生直接吞掉了。因为他是有一个2个信徒的包围圈，刚刚是已经形成了，而且在大空地没有在点位里面。他想拼手速，他想拼自己的磁铁手速，直接将对面的寄生包围圈给它破掉。是的，但是我这把是有一个闪现的，那你现在是先交了飞轮的情况之下，对，我原生闪现拿你这个状态，哎，就起到了一个比较快的击倒，而且这一把的话，其实你外面密码机并没有那么的多，并没有那么多，现在是2台半左右，还能控。枯草的密码机还要被干扰。对，我现在就放个信徒站中场，然后我也不需要管，就需要赶路了。然后等到你有救人位过来的时候，我就可以给你一个寄生。对，玄天也是直接交出，怕自己被拦到。救下来之后，勘探员看能不能起到个2次牵制，因为他现在他不需要担心本体了，他需要担心的是自己的寄生闪现。主要你现在没有飞轮的情况之下，可能比较难去防到这个闪现。对，只能说看一下你的磁铁能不能发挥一些功效。那我就可以先踩板，然后再切。再凭借着自己的加速跑到个小门牵制，而且这个时间还行，先是吧砸了一下信徒，但是可以控另一个信徒。不好出去主要你这个时间其实飞行家那边得先自驱。哦呦，再这么一台，但是貌似自己晕的时间更远，更久啊！这里再次解决掉的话，大房密码机能破译掉吗？还是没有人能去偷？主要那刚刚拉队员那边是已经换了一台密码机了。对。然后你飞行家得先去自驱这个信徒，这里还有个地下室，而且你就算不挂地下室，你挂到这张椅子也是红教堂里面比较难去救，或者是说救完之后比较难去溜的一个椅子。对，比较难救活嘛。想必救，但并没有蒙到这个大副的本体伤害。再等，大副现在也想卡的时间久一点，即使没能救活，也想让外边2台密码机能破译的多一些。27的也是一直在破译，因为是打到了大副。对，大副现在的状态可能自己也需要担心一些，看他愿不愿意直接破译大房吧。你大房现在密码机最好是能直接破译掉。然后勘探员这边你是磁铁续不上，然后飞轮的时间也续不上，所以下来之后是比较难活的。大房已经破译到了，已经是82。马上能破译好，墓碑的点位是密码机最少的那一台，是61的，飞行家已经是跑开，但是本体可以先去挪一下自己的位置。对，大队员也将大房密码机破译亮之后，选择想要把大副的状态也补给上。是的，但这边的话已经是起了本体标了。对。监护者不可能同意的，而且大副那边，因为他是没有捡到一个女巫标记，对，所以你不太好去自己进行驱散。你要驱的话，就可能得2个人先去汇合一下。现在可不能倒地，任何人都不能倒。是的，而且你如果选择2个人去驱的话，其实还有一个点要去防，就是防你用大副的信徒，去拿到别人的刀。没错。那 Springer 的话，他这把是想要去控住你这边密码机。所以选择先过来去找一下拉队员，而且这边的板子已经是用掉了，只能使用自己的加速。博弈盖板，这里追拉队员，外边2个人的状态就直接补好了。但他这把其实只要保平。对。枯草现在是所以压力不是很大。对的，枯草现在是能接受自己吃这一刀的，他吃完这一刀，我就往那边的北围墙去倒地就行了。或者往2号那边更远一点，因为小木屋好貌似是地下室，你不能倒在地下室里。对，而且你不能说太靠近地下室，因为梦之女巫那边是有可以去硬搬这个地下室的。对，他能直接牵走。墓碑现在已经在破译了，已经破译到。但剩的3台密码机是小门半场的这个3连，控不住，太多了进度。对的。墓碑的现在的点位，你一旦放出去，现在已经破译到了9成了，甚至他现在想貌似强亮啊。因为他现在也是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寄生。那就等呗。等。对，等拉队员那边驱到压满，或者说直接驱掉。而且你得等一下拉队员他的花球。对。
而且你现在其实不太着急开嘛。那 Sprinter 的话是给了一刀，逼你去把这个密码机亮掉。那现在就比较稳妥，你就算是手上有个闪现，那大副手上也有怀表，对吧？他也有抵抗的时间。是。那地窖的话是在墓地，想找大副的机会。那这个怀表如果说能一直摇到的话，貌似这个地窖能走啊。第二段的话没办法摇，手上有根闪，但有机会能打断掉这个大副。等会儿这个第3段，闪现没打到，那这样的话地窖就能走了，已经在地窖旁边等待。2个求生者是直接走，完成了3跑。地窖，哎呦，这个闪现急了一些吧。因为前锋毕竟还是比较针对喧嚣，而且因为你冒险家那边是补了一定的密码机的数量，所以喧嚣他可能打下风还是不太好找这个冒险家的，不太好找了。对，冒险家毕竟是隔着墙的。好，进入比赛画面，监护者也是想要去中场先改一下密码机。这里是一直在低头的，低头肯定不会想找这边冒险家了，应该是想直接追这个前锋吗？不追，回头想掉一手幻灯师。幻灯师那边感觉他们的走位都是在靠近这个大房区域附近。对。哎，18也在附近。不过绕过来，其实冒险家也在附近，而且这里漏脚印了。哇，那开局的话，其实他是已经抓了一个比较想去追击的求生者了。对。18的位置貌似双重惊喜还能去打一打标记，不过地下这个标记没打到。对，第2下打到了，打到的只是个焰火会使者，看在哪个点位能去限制18的交互啊？要直接放了，先放会使者。一旦你放了18就必须要走，他不能在这个窗户一直跟你去拖的。但你这个区域的话，感觉有一刀了。对。而且你不太好转走了，你刚飞轮已经交过了，感觉这一波要倒了。是的，绕场切木，完成击倒。前期的话，其实这一波骗走位是把他们3个求生者都压在了靠近大房附近，而且还看到了这个出来的冒险家的脚印，很赚啊！骗的太多了，冒险家当时这边的脚印他也急，他觉得自己已经被看到了。其实Sprinter当时只是看到了脚印。磁铁看怎么救援，也只能套个化险为夷吧，救不活呀。想拿球，尝试让自己不双倒。酋长还是想摊，但是感觉要去摊的话不太好摊。等他停球的话啊，没能摊到。是的，那可以回来去找一下这个冒险家。对，不过这把18那边是带了一个云中漫步的，能藏住吗？藏不住啊。感觉他也没有这个藏的想法。他走的因为他刚刚是直接走的，直接走的话有脚印。确实，走的地方实在太空旷了也。这里火灾也在过来帮忙，堵住这个门口。先把气囊清掉，还想再藏？那你现在藏跟这里有一个草堆。不对呀，双重惊喜打中了呀！而且你现在藏还不如刚刚藏嘛，就是他想去摊前锋的时候藏。对。而且你刚刚如果要藏的话，我有个火灾可以出来帮忙混一下脚印。现在再藏的话，你这个排点终究是会排出来的。你说这火灾过来帮忙，他是赚还是不赚呢？因为他要过来，是气囊帮他堵住了，但是他自己当时那个身位让双重惊喜指向了他。也间接的打中了这边的冒险家，冒险家藏的这位置被发现到了。Sprinter是刚刚通过那个受击伤害啊，受击那边的一个声音，判断到了冒险家在哪里。你现在的火灾过来救援也只是过来给个化险为夷，所以想摊一格火灾的状态。要硬摊吗？还是摊到了？摊到了。冒险家点位通过盖板，想拖出化险为夷以外的时间。还有一个飞轮的机会，对，能规避掉一次的标记伤害吗？现在就差个粘土了，翻过来其实就要吃震慑，前锋只剩下1/4的球，不太过来这边进行个撞，他要敢过来帮忙，他自己一定会被衔接节奏。那现在密码机的话，其实还有一整台，是。而且脸上还有一个半状态的火灾，感觉这个火灾牵制上来挺有压力的。没错。一个空中飞人先贴近身位，气囊弹开，再翻窗，
再给到另外一层标记了吗？好像没能给到。但这个窗快烂了，刚刚有人翻过。对。绕上先直接击倒，再把气囊清了。密码机的话还差最后的半台，这里选了直接传送目的的话，其实是半状态的前锋。现在他想要拉开点位，拉开点位能让幻灯师过来破译这台密码机，但拉得开吗？感觉比较难，这个点位不怎么能拉走啊。对，而且你球量其实也不是说非常的多。等一下，还有地下室啊。但这把你可以有一个挂外面，不让你去修密码机的机会。对，就是不一定要去挂这个地下室。反正我知道你那边火灾起来肯定是自己交的绝处逢生，然后你脸上这个人，我挂密码机脸上，你也没法再去偷一点密码机，因为你挂地下室的话，你签下去的这个时间可能能再摊一点。现在幻灯师救援也不太好说啊，这门他到时候也能去堵。哦，他过来救援其实应该也是能救下来，但你救不活。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去将这个人能去带走？感觉是比较难，你都没有化险为夷了，而且你这个前锋现在马上就要过半，这把还要可能会被多抓，压满是不够的。你外面是一台新的密码机，就是刚刚可能修过20左右，还一直在卡，幻灯师是没有化险为夷的。所以过来救也只能拿自身去帮前锋去扛这个伤害。不过 Sprinter 的话，其实感觉在这个前锋的一大半的挂椅时间之内，他是没有就是占到更多的优势的。对的，密码机现在已经是78了。但这边惊吓标记上的很多，这边是先击倒了一下前锋，能够先淘汰掉前锋，完成击倒。那幻灯师身上其实还有2个惊吓标记，再去追幻灯师，现在就差个粘土了，粘土就能击倒了，直接开。但这把的话，其实可以先去处理这个幻灯师，反正你身上挂着2个惊吓标记，我给空中飞人上来。对。还在走位扭，还想拖时间。但他主要是得拖一个火灾那边点人的时间，但是刚刚火灾是给了一个假走位，火灾刚刚是假装他要去点一下，但这个点位他能看到啊。对啊。他看到了，直接往左边转，然后直接抓就行了。而且你要起耳鸣了，再往前。等等，斯宾塞这个视角怎么感觉好像是没看到？他在一直往右边看。双惊喜。不过他能双惊喜定位。再定。而且你始终会排出来这个耳鸣的嘛，因为你毕竟是在散门这个区域里面。对，死到脸上。但是这样子打下去的话，可能要被4抓了。你现在虽然说我没有挽留，但是你也是半状态啊。没错。而且我幻灯师那边已经在椅子上面了。你也没气囊，对，贴不到这个椅子。你要不就只能硬救拉扯跑一个，但是你可能下来之后2个人都没有办法进行去牵制很久的时间。现在甚至说你可能救都救不了。那完成击倒，那再把火灾击倒。是的，斯宾塞也是在第4局的上半场完成了个4抓。对，闪这个角色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是以前打速残打比较多，所以排人能力比较强。是的。因为他能知道你对面求生者的追击的监管，哎，就是起一个击倒节奏不一定会很快，但他需要非常快的一个节奏才好。先假抬手，把所有人都吓一下。是的。也不碰密码机，中场的人也赶走。是的，求生者不碰密码机，监护者也是为了拖自己的闪现。不飞，反正就是四处赶人。反正就放一个假伞。但是过来的话是看到了赤红，哎，其实花瓷也比较尴尬，就是他只是带了个单化险为夷啊。哎，想追一下教授吗？我感觉还是在骗吧。要追吗？现在有鳞片，先骗。这的话已经过来打洞了，还是得先把洞清了。等等，这刀的话没能打到这个洞啊。那这个位置能跟上一刀，时间是用上了，但是洞还在，还能钻。交流没能交流好吧？这也再跟上后边这个闪现，你怎么挡住呢？不太好反制了。是的，除非说你过来帮忙扛。对，再跟闪。但是这个加起来一台机的击倒还是比较快的。直接挂在外边，没必要挂地下室，也是因为有祭司加上守门人。而且你刚好脸上的这个是祭司嘛，所以没有必要说我非要挂这个地下室。所以这里还是先把挂在外面，然后把密码机压住，再把洞清了。让祭司来救，祭司也是有化险为夷的。对，这里可以放假伞去骗。
也是救不活，无伤了，无伤救了下来。教授如果说是想凭借这一次能去牵制的洞，还是比较难的，还不如就是说自己带远一点。还想利用这2块板子整一下自己的鳞片，能博弈到吗？再骗，勇者其实也算到了，对，能够拖出来一个化险为夷的时间。是的。不过对于速闪来说，其实他也不怕说你拉开身位，让他吸魂先跟上，然后你这边可能也不太好去牵制了。哎呦，不过打了一个头，这也是博弈到了板子，不然这里其实差不多就要倒了。对。 这其实就有点不太一样了。你前期的这个快速追击被他的2次牵制，我又拖回来一些了。对，而且你现在，我还是击倒了。对，翻穿的不够快。击倒之后，等第2个化险为夷，守门人等一下还会再过来套，去拖个时间。外边也是因为有祭司啊，这祭司密码街该说不说，还是推的慢一些。 不过这把中后期还有打运营的机会，因为你有道具，而且祭司那边可以起一个超长通道。是的。然后他半状态也可以去破译。不敢再去贪守门人，先针对赤红，蓄力刀。从这里要是挂飞外边，祭司得先去补一下状态啊，他没有带火反照的。 状态已经在补了，变换已经是去治疗祭司。但是你后面其实差的密码机就不是很多，而且刚刚因为笑笑那边是一个满状态，所以你要调的其实只有第1波的祭司。对的。现在他传谁都行，他需要快到找到下一刀。祭司已经跑开了啊！刚刚跑到中间连去打洞的其实就是祭司。不过你要去追病患的话，可能花的时间会稍微多一点，毕竟他这边道具还是有的。再交钩，那神驹是不是不太敢翻啊？哎，这个闪现其实你就算是闪过去了，他也是很难打到震慑的。是。 就只能可能就是拿1刀这样。对，3个钩子现在已经。但是现在你现在就是开门战可能就没气能了。对。因为你本来就是一个挽留的八卦阵，你这个闪现得开门战的时候有，你才能比较好去摊个多抓。双板盖下，守门人的密码机是能亮的，祭司密码机现在已经破译了80%。而且这会儿你到开门战的时候，可能祭司那边就有洞可以在中场去帮忙了。没错。 这个闪现用掉之后，让他自己在开门战是有点难去争到这个3抓，毕竟你是几个人都有带火反照的。对啊，你祭司又没有过来救援，所以轮不到祭司给到压力。想帮我扛刀，像这样的密码机。病患是。但守门人那边还有个铲子。 这祭司手上有洞啊，你就算找祭司连续2个洞去跟钻，他也能拖到这边门开啊。就想找守门人，一直在骗吗？还是说想先优先解决掉这个病患？这个板区不好解决啊，大洞先接。但是你大洞那边能够爆点，然后取消，然后守门人那边又有个铲子。是。 对，能够去处理掉这个守墓人，而且祭司没大洞，但是还有小洞，感觉病患那边还是能走，能赢啊！小洞赢一下病患其实就行了。在打了吗？好像并没有选择打，还剩2秒，这散人马上就要好了，那还能再拦一下啊？但是小迪是选择了出来，对，就是想去帮忙拉扯一个病患那边走门的身位，但自己是被逮到了。 是的，洞打了出来，挽留现在还有个52秒。是的，但是他有这个交散的机会，手里还有个洞，伞一直放在门口，不让小迪这边能有进门的机会。传了过来，这个洞也得打，还好没能打断。那这里就拖挽留时间了。甚至小迪现在是不想着拖了，直接想要走地窖。
你守门人马上就要挂飞。是的，而且你刚刚有时候交过这个伞。对。但这边挂飞它的时间还是久一点的，它会延迟个几秒。是因为它有一个飞天的动画，这有闪现，哇，直接把小迪那边打倒了。拿到这一刀，那这样也是完成了一波3抓。这个3抓真的是非常的极限，因为你开门战是一个2个洞的祭司。对。他是出来是为了拉扯花瓷去走门的一个身位，因为他在那个地方没有拿出来太多了啊。之前以往的比赛就回忆了一下，选择在了大房，可以赶一赶空军，然后左手这边转，直接找这个法罗。阵容里边就是先找往空军的位置，空军是往中间去带的，那法罗是不是也要跟着一起走呢？法罗并没有想着走，在4合院也是破译起来了。紫明刺儿还是转头想找一下树林吗？感觉是的，感觉是想要去找一下磁铁。对，看到周树直接藤蔓能缠住吗？没能缠住，但也倒在脸上。现在这个碎石只能架点。对，但这里的话其实有一个平地刀。对。拿第一刀的时间其实拿的还是挺快的。现在手上再吸个藤蔓，往外拉，看这个藤蔓能不能缠得住了。距离是肯定是够的。是的，有个飞轮规避了。那法罗现在有点尴尬啊，法罗还好翻了出去。但是你一会儿技能好了之后，3层。但是你再往前就是可能就闪现倒了。对。看接下来这个碎石能不能直接命中了。敢翻的话，只会直接交碎石，接了板子也是交。接倒的还是比较快的。对。也是直接吸了旁边的这个门的能量，让佣兵过来救援会受到一些干扰。是让佣兵来吗？佣兵现在还在破译。哦，让空军过来了。感觉让18过来，但其实18他刚刚一开始是跑到木屋附近的。对。所以会比较远一点点，这里是远距离已经被 Sprinter 这边看到了，而且你技能是没有吃出来的。先出这一刀，让你这个枪不好交。这里可以开门，想保，这里想躲，但是没躲掉，也还好，开了个重金之托，醒得快一些。是，交了闪。就你一开始牵制的时候，并没有说能够把这个技能吃出来，所以就算空军这把枪补上，也没能拖出来化险为夷的时间。对，枪换的这个闪现嘛。如果说是挂在中间，还是需要再过来补个化险为夷的。死边的就是想让你佣兵过来救援。是的，而且能够稍微去干扰一下外面的密码机。对，你一旦要挂在外边，佣兵可能我就直接不救了，我给你卖了。但是这边大门是有一台密码机的，选择了一波保佣兵的状态，无伤。佣兵想帮忙卡位，卡住这个藤蔓吗？卡不住，还是缠住了。这个4合的板子，要不可直接踩掉吧？我也觉得，反正你这会儿已经是有时间嘛。对啊，能够去处理一下，而且这块板子经常会埋下伏笔。对。你让求生者蹭了个板弹，其实也不太好嘛。对，它是属于全场转点的这个中心，是必经点。那现在的话，其实外面是有一个残状态，而且没有回光返照的空军的，这空军得藏一下。对，不能说被续上节奏。也知道是有人藏在这后边了。对面手上还有2个护腕，再吸取个能量。先交护腕拉开身位，这3个护腕都得交。如果再追下去的话，但传送现在是好了，感觉稍微探一下佣兵的状态，可以选择传走了。哎，不过佣兵这边是给了2个碎石的话，还是交了。对，还是得把这个护腕交了。他刚刚心里有点小贪，就是想着把自己这个护腕能留着，万一能牵制到你这个开门战的话，护腕我能再拖出更多的时间嘛，不会让你杂货商达成一个快速秒倒开门战。
不过这把感觉 Springer 这边不是很想传送，不想，他想留住自己的传送，他就想说把你这个道具逼完了，对，把开门战可以成为伏笔的佣兵给他处理掉。他应该是想了一下，你空军是半状态的嘛，你肯定不会过来进行救援，那你法罗这边救援你时间慢呢，现在我要出来能拦起来你，法罗可能会被半路上就解决掉了。但现在拦截的位置有点偏呐，是因为他排的点会不太一样。那法罗还是能贴到椅子旁边，要直接救吗？还在骗？那边已经马上贴上密码机了，是，直接救。佣兵现在是手上没有道具的，看监护者想要抓谁？抓佣兵。感觉他就是想抓这个没有道具的人。对，佣兵撑不住啊。他这边其实处理的会比较快，而且他现在手上还有技能。门可开不完。他是传大门还是说是传小门？他可以先去排一下点。对，因为他是有这个排点的资本的，他这把保底平局就行。他找找这个法罗，佣兵对，所以他是可以去排。因为从废料区这边跑到大门，他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嘛。先将空军逼出去，然后回头再找。可以交藤万回去。那胡草现在就可以准备走地窖了，位置实在太远了，赶不到木屋，还是来不及的。佣兵这边是会先行淘汰的，然后给到法罗能先走这个地窖。这边也是拦不住了。是的，可见这个地窖门确实开的比较慢啊，完成了个平局。有隐士的这种选项，你打出来，这阵容他是不怕的。里边已经是铺垫好了有不状态的啊，幸而我能自己摸。月亮门，这里也来得及吧？来得及摸完箱子吧？来得及。要硬翻的话是可以的。对啊。好，翻完了之后，伊森绕出来，小迪离自己的箱子比较远啊。摸不到，没办法摸。先附身过来，然后直接追击。这里牵制度也是到了59，摸出的道具倒还不错，是个护腕。风口还是翻了过去。圣路再去赶一下。对，哎，这里回龙光被雨梦给逮到了。是的，第一刀的话其实会比较早。是的。佣兵这里也给一刀吗？佣兵这里是，而且还交了个护腕。他想着帮幸运儿扛下压，吸引一下监管者注意力，结果没有想到把自己的侵蚀度给涨满了。是，而且你这波还敲了个护腕，那给到了一些小迪那边去翻箱子的时间。想喷断没能喷断，翻了把信号枪，有护腕加信号枪。但是我换你2个半状态，我觉得可以接受啊。完全能接受。我现在技能还没好，你就已经先给我2个状态。对。往外走，这个护腕先交出来。现在就尝试走空地吧，不走空地吗？让监护者就想直接交闪了呀。如果说你交互的话，其实有闪现身位了已经。哇，第一个人倒地，现在2击了，还能将他挂到附近的狂欢之椅，佣兵的状态也没办法补。不过还好这一把，因为咒术那边先修完了，咒术能够解放出来。对。然后还有个入殓。其实也还能打，谁来就都等同于是个化险为夷，因为他下来就能把这把枪交了。要让花慈还是说肉狮来吗？让肉狮来了，但佣兵那边又给了一刀，不过也算是能够无伤救一波吧。对，幸而现在双弹飞轮，他也能牵制你附身过来2阶，并不能让他的侵蚀度直接吃满，而且还有把枪没技能，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故意的。对。拿自己换，你佣兵那边下来之后，他是有2个护腕是有机会26的，而且我外面入殓师能够一直去磨你的密码机。对，虽然现在也是在补密码机，将中场密码机直接补亮。现在密码机的话还差2台半。对，少不了幸运儿，营救是已经给幸运儿放上了。持一刀救援，但是下来之后，你这2个人可能不太好去立马终结掉，解决不了，没有闪现。
而且你如果说觉得佣兵难追，想要去追咒术，那你就相当于又换了一波，咒术又是个满挂，我还有个满状态的入殓师能够过来给压力。他马上还有3层咒象侯了，这咒象你怎么办呢？所以你处理咒术的话，感觉会被拖节奏，所以想回来去找一下这个幸运儿，但幸运儿手上还有把枪。没错，这也在板区博弈，这把枪留着吧。 因为你现在70度肯定会吃满的。挂上椅子之后再反，到时候再让幸运儿自己去牵制。现在3个人分工合作啊，分工这边去把密码机去亮掉，一台一台亮。反正你这样一波一波换下来的话，其实密码机真的是磨了挺多的。对的，其实就差最后的一台。而且这波我是可以让幸运儿那边去进行一个反身，我不会消耗到外面的密码机进度。是。 他先补上一些侵蚀度，能补上吗？哎，没能补上。密码机就剩下50了，手上现在有闪现，再跟着附身。小迪这把枪直接交到空地也还好，枪是直接命中。密码机的话，现在多的那台也有一半了，然后2台去打拉扯。 咒术师能来得及吗？咒术师并没有能跟得上。飞轮先破掉，想过来3层侯，但是交的晚了一些，让监护者反应到了。而且他自己是一个半状态，又是交过飞轮，对，所以如果说硬要 OB， 可能风险会比较大。那第一波放下来之后，他就赶紧跑了。现在手上也有闪现，但密码机2台都在破1。 佣兵这边也已经破1到了51了。先弹走。哦，佣兵这边的话破1的好像更多，是入殓师那边破1的，破1的是50。主要你密码机越磨越多的话，其实对于监管者来说，你就压缩了自己的控场机会嘛。对。 终于是再次击倒，咒术师是没有带火光反照的。花瓷是给密码机压力，得让佣兵过来救援。再传送，这直接传的远了呀！他传错了，他要传这个沙包外的，结果不小心传到是偏右了一些，有点太远了一点。没错，密码机远到你现在能有很好的机会让你去开这个密码机，而且你还没技能。对。 他现在吃一刀又没什么事，对吧？我吃一刀，我再直接把密码机亮掉，拖时间，等咒术师这边摸起来之后就行了。现在100，牵起来想打汽油刀，对，弹不到了。佣兵的护腕也是全部现在已经交光了。现在就是佣兵手上是没有道具的。那他们也是有机会直接开掉了。对，反正你开门战还多一个满状态佣兵。咒术有四起，佣兵想要给大门压力，但大门现在还有陶片，一旦你要贴近了，监护者就知道了。主要雨梦他这把开门战的时候没闪现。对。附身强行点门，我还被砸了一个头。而且这一波砸头的话，其实把自己的侵蚀度也消了。对，他现在就给佣兵拖时间嘛，佣兵现在就强行点门，你解决他的话，你现在也解决不了嘛，你又没有挽留，对你没挽留，又没有终结技能。对，佣兵强行点门，你现在也拦不住。那只要门强行点开了之后 ，MRC 就能完整跑一个。啊，甚至说花子这边也还在牵制。对，赤红马上也要起来了呀。现在让伊斯人赶紧去大门。佣兵好像现在也出来在摸道具。我打到恐惧震慑，现在其实就没必要争了，先保证一个平局吧，保证平局其实就能赢下本场比赛的胜利了。摸的还是根针，想找咒术。佣兵现在自身版状态，天不怕地不怕。他现在就算给个震慑都不怕。对，就满状态佣兵就。求生者现在想要尝试一下，看能不能3人3跑。但3人3跑的话，看一下他们的走位。
因为现在雨梦的话也想赶紧先处理一下花瓷。主要雨梦他一直没能够排到那个咒术。陆炼也是倒在门口。等到你后面去赶咒术的时候，他那边都已经到门，可以飞轮出门。陆炼这边是挂了4个月，然后现在咒术师已经是跑到了门口，也拦不住了。只要这2个人出门的话，那也就是可以直接恭喜 MRC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了。因为他们确实在打拉扯的时候，咒术那边他没有第一时间去处理掉，然后佣兵又在外面给压力。没办法，你没带挽留啊，你没带挽留，在后边你只要是密码机亮了，你处理不掉任何一个人。陆炼这个伤害嘛。 那选择女王风的话，也是觉得能够针对到这个阵容里，像木偶师跟孤斗伤2个点，我都是可以去突破的。对，已经是最后的最后了，对吧？打了这么多周了，现在这个角色玩的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已经很融入进去了。选点上的话，求生这边也是一条线。那好看一下前期的一个追击的思路，因为他这把能追的人真的还蛮多的。对，包括说脸上的一个选点就是一个木偶师。是的，想奔大船来，没有去带一个。 挽留是带了一个窥视者和张狂保一个前期的追击，先把这个大船的位置给他透视住，攒一下能量，逼迫走位，被骗了下来。对，这样的话，他这个能量的获取跟移速都很贴近身位，就很快了。一个预判式4走位扭掉了，也是交出了自己的反弹。看一下前期的博弈，哇，很秀啊！全都躲掉了。两边走位再交一棍去打出止戈，虽然第2段空了，但是进了板区。而且他目前的话还是没有吃到14次伤害。没错，这博弈非常秀，再骗给压力，但是泪水他是没有选择去跟你博弈的，强行头铁拿了一刀。啊，这样的话把小天给逼回了大船，不过大船刚刚是有一个窥视者在的，一个反哺过来，然后交了云门。 两边是你来我往的一个前期节奏都在秀啊，对。不过大船有窥视者还是监管的一个优势更大，2段4次漂亮。是的，这里的话也是成功的完成了第1波击倒。那这样的话，其实看一下外面整体的密瓦机进度还是比较少一些的。是，他这个追击速度其实蛮快的，1分出头的一个追击，而且这个位置也是比较有利于他去进行一个手椅。陶大师赶紧交一个逃脱术，把他换到中场。 然后让3叶的木偶师过来救援。我已经是贴的离椅子比较近了。所以说就看一下这一波整体的一个状态怎么样去把控。没错，还是在小身位去骗的，甚至给压力，但这个路易就是不交，硬吃你一刀。是的，他也很聪明啊，不会被你的一个试给骗。但这里泪水其实我觉得还是想再去逼一下他的一个状态。对的，他就不交。对，反而的话这边也是给到了小天一些拉开的身位，毕竟他手里还是有道具。 前面的话感觉也是比较难进行一个2-6了，毕竟女王风她现在移速更快嘛，而且道具也不多了，那也是要等待第2波队友的一个救援了。现在场上这个密码机其实不是很多嘛，是的，差的还是会比较多的。再来一个人进行救援的话，其实可能在古董商淘汰以后，还是会差一整台的密码机。对，像这种大地图的话，求生者他们的一个修机压力本身就比较大嘛。是看一下，把椅子换到了船上的一个位置。是2阶赶紧过来跟上，不过也是给了一个面炉，想要去尽可能的卡一下逃脱的这个牵制的一个时间。对，木头大师看一下这波救援怎么样把控自己的一个状态啊？因为现在救人的话，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压力。是的，这样的话也是持刀救下来。没错，成功的一波稳稳的救人，然后再落地。这里应该也是。 去倒在海边那个角落里嘛，不要干扰到队友。然后求生者这里是可以选择让逃脱大师去找一下木偶师2个人进行一个补状态的。因为现在去抢密瓦机的话，进度差的比较多，而且外面残状态的人也很多。那他们选择的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思路，就是去修了3个人修3台。但现在对于泪水来讲，他可以直接切一手底牌出去管控一下密码机啊，还是非常危险的。除了幻灯师以外的2个人都很难去牵制啊。我这里传过来找的是满出来幻灯师。对。 那就得看一下大柠檬他这波扛压了，一个2阶还是命中了，不过手上有飞轮也不怕。看一下这一波，其实对于求生来讲的话，也是稍微缓住了一口气，至少能够保证密瓦机是能够压好。追着幻灯师是求生者最愿意看到的一个局面嘛。对。 那现在有一点点问题，就是幻灯师他本身是没有带这个红河反照，而且外面2个人也没有调状态。求生者他们就得想办法去直接亮密码机，然后走小门，不要再来救。但是这边好像撑不太到那样的一个时间。是的，稍微会差一个20%的进度。
而且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陶大师他是在大船这个位置的，所以说他也不太好走。木偶师选择提前天门，可能要卖掉2个队友去保一下木偶师的一个出门了。是的，就陶刀大师跟幻灯师就在大门待着了。对的，这里的话他的一个思路就是说选择卖自己，然后呢让木偶师那边第一时间点门走。他要看能不能去搏一个海边的地窖。对，毕竟手里的话还有一个迷烟炉。这边第一时间其实没有太找到陶刀大师他的一个具体位置。是。泪水他毕竟也切成了一个传送嘛，没有窥视者的找人还是会有一些压力的。知道这个人在大船，但是我找不到。对，而且看一下的话，其实门是已经点开了，幻灯师淘汰进度已经是过半了。对，怎么办？这个位置躲得非常好啊，找了2圈了，就是没看到。但顺着现在其实离地窖也是比较远的，感觉有点机会，但是他大船起来，他回了一下，对，就是没有看这个窗口，就已经在身后了。但是泪水他突然回头了，幻灯师已经要飞了，这把还有说法啊。泪水现在也是来海边回防一下，防止说帅提前来到地窖口，不过这里也是暴露了视野，看这个迷烟炉没有被动了，走位扭一下，没有飞轮，还是有点走不掉。倒了，对，他毕竟他是没有被动的一个存在嘛。对，而且地窖的位置的话，跟刚刚狗的一个地方离得比较远，如果在船下，可能它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如果在船下的话，他释放一个迷烟炉，其实还是有机会去浑水摸鱼过来的。是的。但海边的话，它毕竟离的距离是有点太远了。那这样第一局也是由 GW 的监管者拿说，我想要去早点把这个大副给用掉，去后面躲掉你的小丑。是的。但是宠爱不能啊。那看一下这边选择的话，确实在小门的位置，离教授还是比较近。这个位置的话，还是会去，还是我们的一个电竞的一个时装。先来到木屋的一个位置，捡一下自己的一个零件。是的。哇，开局直接是选择装上了风翼跟无限锯，然后选择一个提锯压迫，还是选择直接拉锯了。对，我们也看到，其实所有的求生基本上是没有在破译的，对，大家还是在互相爆点，然后卡一个安全的点位。是的，教授是占了这个地图可以说是最安全的一个板区了。那现在大副这个地方。表已经是被逼出来了，但是看这个隐身，感觉还是比较难躲的。对，是的。大副打小丑完全是没有还手之力啊。是的。不在一个封闭板区内的话，基本上是无所遁形的。而且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后面我先把板给破掉。他甚至不用去踩板，因为这种短板的话，它无限锯的一个速度是完全可以去跟你博弈的。再加上大副他的一个怀表也快要结束了。来，左摇右晃骗翻，怎么说？好像还是搏不过，对的，因为他这里是有很多的一个试错机会嘛，对吧？大副前期也是一个1分出头的一个击倒，不过好在他是一个比较耐做的位置。对，就看一下求生者的一个救援分配了，让教授过来的，教授顶了一个通缉啊，这个距离还是很有风险的，有闪现的，还好飞轮顶掉一波伤害，但这里还是会被逼救。对，这个救援时间是非常早。因为你是挡不了我的锯子的嘛，你只能去挡我的平 A， 而且被卡位。这边其实要还好骗出了一波鳞片，这样他再装一个无限锯再去找吗？让你大副的2块表都去废掉，很聪明啊，宠爱。那现在这边的话要进入到一个倒地的节奏了。小丑他打的就是你的这种薄弱点，阵容里面的一个克制的一个位置。而且这张图真的没有那么多安全的一个点位啊。像大副、教授这2个角色面对小丑，他是没有还手之力的。是。那么古董商跟气象他们在外面修机，他们也给不到任何的帮助。这里是给了一个暖雨。这里脸上的气象也是被通缉的状态，所以说对于宠爱来讲也是提前知道了一个动向。对的。一波巨刀气象。手上是有闪现的，还是得赶紧救的。对，没有办法去卡。先打到了一个红圈，看到了一个大副走的一个方向啊。这2波其实是没有发挥出大副他比较耐做的一个特点。对，主要我觉得对于求生来讲，确实你前面是有个闪现没逼出来，所以说他们觉得救援压力比较大，只能说我先提前贴一贴了。那这样也会导致密码机进度的一个缺失。对，现在差的还是非常多的。密码机现在是差的太多了。而且虽然救了2波，但这个技能还是没逼出来，所以说接下来去牵制的每一个人压力都很大。他现在就是需要去补充一些无限锯，然后进行中期的一个拉扯。
来看一下，刚刚知道这里是一3件套个古董商的，看他的下一个追击的目标。反正我是最好是能够找到气象嘛。那找教授的话也可以，因为他刚刚的一个飞轮也是在救援的时候用掉对，了。不过他这里的板子还在，所以说不是很想去浪费这个无限距。是。那这样的话，应该也只能去看一下古董商这边了。但古董商本身是有飞轮的，加上道具也是比较多。没错，但是飞轮这边失误了，他是想顶掉具，然后再利用自己的道具的。是的，他这波飞轮跟这个机关笑都没有打出效果，有点崩溃啊。那后面身位贴近的话，感觉的话，这个闪现看能不能试出来。你会？哦，还好，交了一波云门。密码机现在差的也没有特别多。看看，其实密码机进度已经是比较多了，而且白纸他一直在用转世去拉开自己的一个身位，对，这边再交了一个板弹。他刚刚无限去找了很久的人嘛，这边还要骗一下，又骗到了。本来他刚才是一个预判的一个点刺啊，但是还是被宠爱给躲掉了，而且这里能挂到一台遗产。压住这台67，不过外面已经有一台70多的一个比较多的进度了。没错。所以宠爱他肯定是选择一个网外去施压的。对，主要是气象他半状态是没有办法进行救援的。那另外一边修密码机的人也不能撒手。可能我选择直接亮。对，但是还是没有回光返照。上一把差不多就是我先强行亮到密码机先。对，保走一个嘛。哎，一个强风，对，打断了一波无限距。这一局的一个平局面的话还是比较小的。主要另外一边教授他的位置可能想要救古董商会比较极限。对的。这边还是逮到了他想要救的一个心理。拦一下教授，看一下这个飞轮怎么样，能不能故意重施？哇，直接走回去给压力，但是不交飞轮，两个人再博弈再骗。哇，飞轮还是骗出来了。还是被骗出来吃到一刀，但这个人能顺利救下来，而且手上有鳞片，只能选择去打古董商。这个闪现交掉。那这里选择挂人的话，教授还可以走，不过手上有无限距。想要深追一波了，是的，他这个没有办法，这边是真的没法躲了。是的，感觉应该还是一个3抓局。因为另外一边点门的气象的话，你是拦不住了。对，切了一个窥视者嘛，你也管不到门了，对吧？因为除非说你这里手上还能留一个底牌加技能，把古董商先挂飞，教授也是起不来的。哇，很精彩啊！双方的一个博弈，在第一局里面直接是一个互相3抓。但对于狼队来讲的话，毕竟他用的是一手小丑，多的角度了。对，没有特别多的一个角色可以去拿了。歌剧聊的回忆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搭配。是的，但是歌剧面对到这个阵容的话，其实还是有点。如果说他这把是怕自己前期追不到人，他也可以选择带一个风窗嘛。对，把想摸的人给架住。对。来看一下，摸这边是小天的弓箭手。他也是选择提前先绕到木屋的一个后面啊，是的，跟你在木屋进行一些博弈。不过这里有一个回速，也是一直在卡视角。对，不过小天这边也没动，没有上当，两个人。他等这个影子都给消失了，顶级智斗了，可以说是。在这里的话，走位扭掉你的一剑，然后再回速，骗掉你的一个。没有拿到这一刀。还有进板区了。是的，很精彩。哎呦，这边砸到了，那这样的话他是非常安全的，能够把自己后续道具全都给续出来。求生者更胜一筹了，刚才那一幕感觉监管者博弈到了。这边的话也没什么办法啊，因为有一些必踩板。这里的话感觉又要到了双方要去搏一搏的一个时间点了。是的，一波回速卡了一个时间，没有把视角转过来，还是吃了一刀的。双方的话，这个真的是大脑跟操作之间的一个顶尖的博弈了。是，现在会有一点危险，因为手里的闪现是好的。没错，而且一箭不太好射。他在一个空地，没有去命中核心，要交闪现，飞轮挡闪，再把去博弈回身砸板，可惜歌剧过了一下，这么精彩吗？这其实短短几秒，双方都做了很多的一个操作跟博弈。神仙打架啊，今天是的，就感觉在看总决赛来的，拉满了都好秀啊！那整体的牵制也是来到了2台多的一个密码机，太紧张刺激了，双方这种下一秒就要爆炸的感觉，我们的心脏也要跳出来了。是的，那现在气象来过来救一波人，走位扭掉一刀，把这个人一救，准备给个强风吗？还是选择先保自己了？也是感觉到了弓箭手他很难有一个26。这样的话，先尽量带到大房的一个方向，让解放一下气象他的一个密码机。那等于他等这个道具闪下来，可以后面去画一个暖雨，是，再去把自己的状态给调整好。
这话也是切到了自己的一个底牌。那看一下后续第2波是谁过来去先救援，因为外面的一个画角佣兵应该是贴过来了，对，数量还是比较多的。那泪水还是想往大柠檬缸那个方向再去挂一下，一是让你跑得更远，然后其次的话，我还有可能去干扰到你的一个破译啊。我想压力一下这边的一个气象学家，看能不能找点机会逼道具。是的。哇，这里的话就是给你一种我真的要这边，但是被打断了回速，那佣兵那边可以去无伤救了。这一波还真不知道是谁赚了。感觉反而是求生拿到了一个比较赚的一个节奏。对，这边的话其实给到了小天一些牵制空间啊，他来到了一个非常长的窗户，手里直接不走了，选择2个人陪跑，给个撕裂度，那这样的话可以无伤进板。对，只要能陪跑进板就可以啊。是的，这刀一打佣兵，但佣兵直接可以在这里卡位了，还要砸你板。砸完了还有撕裂值在呢。砸板、踩板、撕裂度，那这个人已经跑得很远了。2楼窗户都翻完了。是的。而且佣兵还可以一直去卡你的位置。对，主要刚刚那一波配合太漂亮了，这样最后一台密码机已经在修上了，进行一个拦截，把你赶回去，这样的话不会被拉开太远的身距。是的，手上有回速，再回到2楼，但是回到了下面，那这样的话了，再断引了，坏了，离弓箭越来越远了。没错。那最后一台密码机的话，其实速度是非常快的，在没有回速的一个状态下，它是很难去接近求生者的。这样的话，反而是给到了一个4人开门战的机会啊！不过求生这边还是非常保险，他们是开了第5台跟第6台，看能不能说这边去再帮弓箭手挡到刀了。因为密码机其实差的真不多，只差一半。而且这里有双板区，佣兵可以不吃刀的，还是选择去接了一刀。那这个板区感觉还是要去踩。对，因为毕竟的话，弓箭队有飞轮，还是要他就会破掉你一波回速。对，不过还好，因为没有核修嘛，那这里能成功的击倒。是的。那这样的话，还是能够先把弓箭给挂飞。这波求生的决策，我觉得其实是可以选择相信一下佣兵跟弓箭的，因为我觉得对板子可能可以稍微先留一下。他们2个如果分享一下这边比较安全的信息，2个人直接核修的话，其实4人开门战争3的机会都有的。是，不过这样的话也是一个大概率能保平的节奏。交了一个传送过来，但是还有道具。强风推一下，这边接了一个板弹，不过身位的话其实拉不了太开，可能整体就是要在小门这边架着。而且把监管的回速打掉之后，也是一个稳平躲了一刀。对的，这边还在拖这样的一个击倒时间，这样也是方便佣兵，因为毕竟他刚刚是被架在了大房里。是给到了一波震慑，但是问题不大，没有传送了。是的，佣兵也是可以慢悠悠的走到大门，2个人完成一个平局。这把的话，其实对于狼队来讲，就还是非常赚的了。我觉得尤其还是那一波，在泪水很想去摊一下、逼一下，有机会在密码机亮之前去守一守后面的一些残局，比较万金油的。你看上一局是带了一个闪现嘛？对。这张地图的话，其实也可以去考虑带一个窥视者，带一个插眼。一旦没有砸到板，那我这边的话，有可能一个板子就吸出很多的一个1秒的进度，反而是越来越能牵制。就我这个牵制能力是越牵制越强，越好。来看一下，直接进入到大房去找一下，抓先知嘛，先知也是知道，我直接就上2楼了呀。那开局我也看到你直接冲着我这边来了。对。他就没有必要说去往别的地方走，我就在2楼这种最安全的位置跟你博弈。对。看一下外面密码机其实还是比较慢的，因为只有大门的人是在破译，其实中场跟另外一边是密码机被封禁了，被干扰一些。对，他这里反绕的追击的话，是能拉近一些身距，但是先知也可以拖到自己下一波的一个弹射好，而且前面可以进一个双板区。哎，断引了。对，这边的话可能那来了双板区，先知跟你绕点，一边吸鸟一边搏板。但他这里选择把板先拍了，想接一个板弹。哎，鸟给的好早啊！而且在转到这块短板的话，我觉得压力会大一些。他这里的一个牵制还是比较慌的感觉，给到了很多的身距。这个飞轮并不能规避他持刀，只是稍微晚一点啊。而且没有打出这种板区博弈的一个效果。现在他这个位置很危险啊，这个闪现过来就倒掉了，因为你刚刚的一个飞轮已经交过了嘛。那这个击倒会快一些。是的，因为他明明可以说在这个双板区，我先给你搏板的。先不下板，然后鸟也先别交。你看他下完板之后，板子也没有翻，没有搏，然后呢直接交鸟走，又转到下一个点，转到下一个点呢又没有进板，等于说又交出自己的飞轮，所以这个牵制的话效果是没有那么好的。
不过整体的话，密码机我觉得对于球神来讲也能接受是2台半的一个进度。那这波吸引来的比较早，救完一下的话，还是相当于一个满状态。没错。限制的话，也只能说往角落里面去保。大房那个后面，让你没有办法去干扰到队友，那可能让心理直接去原地起一波密码机了。是的。这边是让你稍微挂的久一点，那看一下狮子往这边去赶一赶，因为本身他破译的就是可能刚刚心里那一台是在中场。那宠爱这边要把它强行挂过来，去干扰到心里的一个密码机。那这里的话，其实救人卫要赶紧过来给一些压力了，因为毕竟心里他没有道具啊，所以说这边并不能顶住这边的一个追击。没错，守门也是早脸上在下铲。这样一个震颤，想要去砸板，但是手还防到了，还抽了一刀。那是看一下限制这边吸鸟的一个进度有多少？对，差不多能吸出来，差一点点。但是这一刀空了的话，我吸出来了。是，哇！但他这个位置还是太差了，有点活不了。他有机会进到前面的这块板，看一下板区博弈搏到了，搏到了。那这一波就很赚了，2波博弈都成功了。是的，拖出了一个化解梅的时间。这边的话再是一个慢翻，那你还要要么转过去，要么把板踩掉。他本身也有劳神嘛，对，所以还是很难走。但这一波拖的一个时间，其实密码机已经是差不多了。而且外面大家除了守墓人以外，状态都比较好，加上守墓它道具是比较多的。这把的话对于球人来讲，他们还是可以去保平的。是啊，这边的话又稍微断了一下。那看一下脸上，狮子这台反而是一台比较新的密码机，不是那2台大遗产。那白纸那台是一定能亮的，现在就是有一台72，应该是中场的心理一开始那一台密码机。但这个位置会比较危险啊。所以说他们也是放掉了这一台，去大房重新去破译，然后等咒术看能不能给到中场一些压力。现在这个密码机的话比较多嘛，所以对于宠爱来讲的话，他得去守密码机。那求生者他们可以选择先修一台。是，主要咒术满状态在这边给密码机压力的话，监管还真没什么太多的办法。对，你来追我的还是给我去进行一个斩侯嘛。是。而且外面队友已经在起新的了嘛，所以说。过来打断一下你的隐喻。2台的进度都挺多了，现在去追心理的话，其实他也是满状态，不存在说被你一刀就秒掉的情况。1台60，1台70嘛。对。那这边宠爱的话，他有点守不住，而且还在修了一下第7台。对，甚至说守门那边反而最安全，因为他那台密码机进度是最少的，现在可以放心的去破译，慢慢的去磨，对吧？你如果说不追守门人的话，我这边2边人都不出来。你看密码机的话，已经是磨到了82的一个进度了。但主要这个地形让割据会相对来讲比较难受一点嘛。我上面只要翻过来这个窗，你就有点拿不到刀。密码机已经压好了。监管者的话，他得看开门战怎么样去打。对，手上有技能，其实还是有一个争3的说法。这边的话，想要管一下咒术。其实心灵跟咒术呢，2个人都是没有同样反照的，但是他们在开幕战都有自己牵制的一个能力啊。心理他的一个主观锚定是留着的，然后白纸他这边是有一个猿猴咒像，而且接入到了一个，然后接一个床弹，我的天哪，太稳了！这边的一个板区你没有处理过，所以说追起来完全不博弈，直接往大门带，大门这个门是比较少的，感觉这里的话来的有点早了。如果是他来的时候这个门比较多的话，还是有机会去争的。那现在就要看奈仔他的一个主观锚定怎么样去释放的话，包括他在大门能牵制多久啊？因为毕竟刚刚咒术离他很近啊，倒得快的话，其实咒术是走不了的。是的，交一波自己的一个主观锚定进板区可以，而且手上有飞轮，还能搏这个短板。哎呀，可惜。但是翻过来了。不过队友已经成功进门了。交一波传送，但没有用，他可以，有没有可能电断他的一个回速？还是有点早了，因为他如果电断回速的话，他其实脸上就是地窖啊。他是有可能起来的。如果说咒飞机的速度也不会特别的快。是的，以及说小说家这边的话，本身可能就是在中间去拉扯他的一个点。但是选择了小门，那也是教授跟园丁去选择一个。是。但这2个也说了，前面的话其实看一下前期的一个追击的思路了，从小门这个方向。
啊，小木屋那边的话是小天的教授，中场是大柠檬的小说家。黑影子是想找一下小说家了。是的。这个手上的双人惊喜一直举着。上到了第一段的一个加标记。也选择让线木，但是这里被砸了，而且标记没有上到啊。对。而小说家他现在自己的一个隐喻没有交，等下还可以考虑去砸板。然后偷袭来个隐喻换位，但是这个板子没有来得及砸。是的。稍微有点小失误了。现在第二波双人剑气好了，看一下这一次能不能。第二段上道，看能不能引爆，只要有飞轮。是的。要博弈一下了。骗下飞轮骗掉，复用没来得及。哎呦，进入到 CD 了。双惊喜是等于浪费掉了。是的，现在只能说。贴边等一下自己的一个绕场线目。他这里很细节，先把你勾引进来，然后我再翻板，这样他不给你去转盘的一个机会。这样其实他的下一个隐喻已经快要吸好了。对，现在没有办法调整角度，直接去想打断双惊喜，还好是没有交啊。对，成功的命中了第一波的一个伤害，不过密码机很多了。已经1分20秒了。也没有上到双球，空中飞人飞过来还好，是打了一个很极限的一个双球恐惧震慑。哇，这里的话感觉是很关键了，不然的话，密码机就要冲着3台往上的一个进度去走了。没错，现在已经是一个整整3台的一个进度了。能感觉出来，其实从老队他们的求者是很，擅长去应对喧嚣的。你看这里的话，其实给到的救援压力也比较大，因为园丁和外面来的人，大家都有这个化解2个人一起就一左一右，怎么守？那可能小天这边把你的技能骗了以后，就是另外一个人救了。一个鳞片挡掉伤害，园丁这边直接无伤救人。是的。而小家还能偷偷去吸一些隐喻。那这波无伤的话，其实也是让猎鼠这边节奏会更难受一些，因为本身喧嚣还是比较需要在救援环节尽量打一些双导节奏出来。对，他没东西啊，没东西的话他就不好赢。就可能上线就是一个保平局了。第4台、第5台都已经在路上了，可能这一波再套一个化险为夷压满的话，密码机就差不多了。而且大家修的密码机位置比较远啊。想要去排人，拦不到呀！大夫这边直接摇表就行了。然后我现在一直往你的转盘外去走。对，他就算去提前拿到伤害也没有用啊，因为这个人还能稳救的。是的。如果他双倒的话，这个密码机是有可能会牵制够的呀。所以说，只能说去选择去抓这个小人家。但是小人家现在身上这个好走位，2段双击全空了，而且还能进板，手上还有一个飞轮，隐喻还能再吸。大佛这边直接过来补密码机，而且这波你把这个飞轮提前出板，走到最后一个。这个密码就很多了。焰火舞台能不能上？没有，差一点，还没上到91，没有上到95，这在倒腰压好了，99，呀，牵起来了，吓死了！这个小家是有环反了，不过这里的话管门能来得及吗？感觉有一些机会，因为刚没有幽闭恐惧，但是这边教授跟园丁他们都有盾，大副有一个怀表。不好说，不好说。但这个门的话会差一点点。有3跑风险，他现在这个门他不一定能守住。赶紧交一个窥视者。看个眼，这里应该看到所有人都在这儿，就大家都还蛮明显的。求着他们要硬打这个门，还是说去保稳？但泪水现在大副过来先点门，抓一下教授，不能让人点门。大副，这个门这里直接吃了一个恐惧震慑。想一下，教授还有一个化险为夷在，对，他没有救过人。然后你现在感觉大副是故意让你抓的，就是想去用教授的这个化险为夷，但是透出去，教授这边倒了怎么办呢？园丁是把这个门给偷开了，而且不走，你这个人你得挂，你一挂人我拖教授的一个自愈。我的天，还想拆椅子，就是引诱你把人挂在近点，那类血是不上当的。先找园丁。得想好这个追击的时间的教授，他是可以去自愈起的。而且园丁这边他没有交出来自己的一个飞轮，秒的还是很快的。但你这个园丁也不能挂门口，只能挂远。
除非说他想博弈一波，让你教授救不下来，因为现在求生者已经准备交出2个自愈了。对，那大副站在门口去，大副这边其实是有点给不了压力的。对，打一个声东击西，怎么说？大副不走了，救不出门，我就要在这个位置去吸引你的一个火力，保证教授能救人。这样的话，起码是一个平局。但是教授这边应该是能救吧？救下来了，还好，这样的话平局是有了。是的，因为大副他担心说你教授一个人救不下来嘛，就不能够去保平了。如果说大副走的话，就是有3跑的机会，但是也有可能会被三抓。对，因为教授可能会被架在里面。所以说求生者还是选了一个最保稳的打法，有点刺激啊。这把真的就是很可惜，因为最后密码机的时候98，然后的话，它主要是说在你前期没有先把这个箱子开出来，道具补充足够的一个情况下，我就直接一个主球打过来，其实你是非常压力非常大，很难牵制。后呢，我这边有可能过来去逮捕你的，所以说的话会有点难受，真的会有点难受。不过这样至少选在4号的话也，看一下。刚的选点的话，其实离杏园还是比较远的。我们看一下杏园，他是选择这个开局还是对杏园有想法，而且能赶一下飞行家的位置。不过杏园他是去摸到了第一个箱子的，贪了，对吧？大胆贪，先摸了一个香水，感觉是歪出来的。那他下面一个许愿应该是保底就100%，对，是的，直接主动出击啊。船外前面一个击球点都没有掉，所以现在其实手里还是非常充裕的。偏偏身位猜测板。在这个板区找找机会，反正我变了主球之后的一个惯性也是要去破板的，这里直接是把这个线给交掉。他这里好像没有连到中场吧？应该只是短了一些，对，追击上的一个连线。那这边的话还是在你出来之后，我再去进行交互。其实身位的话还是能拉开，而且他2个道具是闪开了。想骗闪，交了一个香水。回箱以后的话，其实身位是有点近了。对的，摸了一波球，这个消耗也是比较快。现在已经没有道具了，直接闪开。那后面的话开启一阶还有一个主球。是的。不过冬日他手里有一个顺便连一下密码机，但这里，对，先连一下密码机，从这个里面开始连，然后再抓一下杏园。哎，看到了，稍微走过了一点点啊。对，差点就走远了。但这边你翻过来的话是没有时间去交自己的一个飞轮的。主球封路，然后把你挂在这边那个遗产机，压住密码机，等这个回退。幻灯师给灯片想抢，但是还是会差很多进度。对，这台机还是会被干扰到的。这是台球的一个强势之处嘛，同样的追击时间，但是我的后期是比别的监管厉害一些的，我有一个退密码机的一个操作。这样的话呢，那球生就尽量把这样的一个淘汰进度给卡满。是的，他可以选择以前放主球给压力啊。他直接扯下来了。打一刀飞行家的话，你这个幸运儿还得持刀，等于说手已稳定2刀。然后也是一个密码机前的主球，大家去单点。而且看到，因为刚刚冬日他一直在墓地半场去牵制啊，所以说那边的一个3连击是没有修开的。那他们现在应该也是选择了先去调整一下状态。对的，那他就反过来把这个线连起来，把人皇太阳密码机也去锁掉。主要也是佣兵他其实压满过来救人的话，压力不是很大。其实这里的话，木屋然后跟中场还有小门是形成了一个3连的。所以说求者这一得赶紧把小门这台密码机给抢掉。对，感觉那一台密码机是连接了好几个3连的一个点。是的，一个中心点。你再去用主球干扰，一直没有开，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70的进度，幸而马上就要飞了，得赶紧过来救了。看一下冬日他能不能尽量多拖一会儿，还是帮队友。但是2人受伤那个惯性其实还是比较难牵制的。他手里还有一个飞轮没有用。骗走位，再骗走位，有反弹，手上有飞轮，这句话看能不能预判一个飞轮，没有搏到，飞轮成功进板，再连一下1号机。对，但因为船他一直在贴着刚刚的一个主球封走位是没办法。
是的，这样已经是让他们把那台密码机给亮掉了。那现在就进入到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台球的后期，就是你挂飞以后，3人打1台，对，一整台，然后这个密码机不是很连的，不是特别近，主要是他抓幸运儿也消耗掉了比较多的一个击球点。对，但这里的话小雕手里闪现，哇，这个护腕的话还被去消耗掉了一个。是的，主要刚刚你想弹护腕，其实意图是非常明显的。我只要看你往模型这一贴，我就交闪了。但另外一边的密码机进度其实是很多了。是的，他这里要乖抢手了。骗一下幻灯的灯片，然后再回去。但其实，因为你刚刚是把闪现交给佣兵了，其实外围的飞行跟幻灯的话，你是很难做到一个击倒，甚至拿刀都很难拿到。而且佣兵这边他是有自己的一个自愈的嘛。最好就让飞行家顺便点他一下，然后再去修一下小推的密码机。这边幻灯完全可以给到这台密码机的压力的。这把其实也是比较像一个平局。是的。反正这边主球的话，我有这个人物投影，也没什么办法。对。办法。打一刀的话呢，那边的密码机就已经挑起来在摸了。他这里得击倒的快一点，去找一波幻灯师的一个上挂节奏。而且他们补好状态之后，还可以去修这个1号机，就离得比较远了。是的。现在的话，得看一下求生者他们后续这个密码机怎么样去拉扯。因为中场这密码机已经回退的比较多了，是，而且1号机它也能够去远程的进行一波干扰。对，不过佣兵的话，还是说这个点位他又可以先修一会儿密码机。你要是真的去管的话，一个护想跟佣兵吗？那可以选天亮了呀。对，而且佣兵手里是有一个护腕的。对，主球封走位，但是佣兵一个护腕弹走。对。这样是把幻灯师给放出去了。感觉好吧，不过他闪现杀倒佣兵还是有机会去争胜的。但佣兵他其实是有自愈，所以说你这个人还是要挂一下。对，就你放了一个上挂飞的人去外面还是比较亏的。而且幻灯有幻灯片的话，其实他点门的速度还是会比较快。你看他这里如果抓的是幻灯师，这个门开不了的话，他是完全不用过来守的。那现在飞行家他是有救人的可能性的，对，他手里3个背包都还在，还有一个飞轮，以及说你现在过来找幻灯师的话，也不一定能够击倒。没错，得用自己的一个主球去抓了，卡他一个 CD， 这个主球封走位，但是这边有一个反弹，追不上，连续力拿不到刀。下一个灯片马上好，佣兵那边已经救下来了，提前交了，再拉走，那你抓不到了。对。哎，不过这里一个主球还是挺细节的，把他甩了回来。但是哇，糟了，砸了一下，还被砸头。那幻灯师还能给队友一个开门的一个加速。是的。那现在他们非常的保稳，就是一人一个门。这里追幻灯实在是太久了，不好追。对的，再交主球再吸，等他过来。这里踩板的话，第一时间还拿不到刀，得等第2时间。对。门已经开了，那么这把的话好像又是一个平局。我的天哪！双方大战到第3局结束，还是对手法罗了，对吧？就是通过这个藤蔓，在你这样的一个匿迹的一个状态，对里面去抓。但是其实早上他的上限他不是很高，他没有那么好去争胜的。但是相信泪水的选择是有他自己的原因的，对，去常规的一个选点嘛，对。但他如果选择右下的话，就刚好逮到这个法罗了。选择到上面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拉点空间。不过同样他也可以驱赶心理的位置，让他修得慢一点。没错。反正你的被动还是要在起心跳贴近身位以后才能触发。好，依旧是一个往中场去来的一个局面。能看到中场的人其实是往想动一下谁呢？回头去钓这个大柠檬的法罗，感觉他钓到了一波。不过前面还是要进入到墓地的。那可以开个门嘛？对。这样的话，你这个逆击的被动，你还是得去进板区的。想提前去交一波吗？捏住自己的一个手杖，看什么时候给了。没有选择反走。
手杖的话是给了一个反方向，对，一直让你觉得我有反走的可能。身位拉的是非常开的。不过现在泪水手里的一个自然交易是比较多的，碎石去炸，然后把这个板拍了，提前去出逆技，这样的话去捡 CD， 然后一个走位躲掉，手有飞轮。但现在身位很近，没关系，飞轮能搏，还是吃一刀。是，因为他刚刚的话看动作也是在捏自己的一个手杖。对的，看一下下一个碎石的一个说法啊，还是被扭掉了。那闪现感觉可以直接交，那飞轮有没有交了？哦，可以。他想要先交互，他有点防不到的，因为他这里如果原地交一个飞轮的话，可能这个闪现就吃不出来了。是的。这边的话也是倒在了墓地里。其实外面的密码机进度也是比较多了。没错，也是1分20多秒了吧？跟密码机的话差的不多。也是心理过来救援，其实压力并不是特别大。甚至还借助了你刚才去开的这个门，对吧？然后顺路去把这个人给救了。我稍微有点被自己卡住了。哦，他这个门关上了。对的，一个小伏笔。那这样的话是让球生他接下来有一定的一个牵制空间了。这藤蔓在外面，那我们这个门关上了，人在里面。对，因为他有弹射，有飞轮，还有一个手杖，这边还是能溜一会儿。是的，然后这个门到这里又关了，感觉这2波的一个道具使用并不是很理想啊。那这边可能要等到这一波逆击的结束。逆击的话，还是没有那么好去追击的，而且还有飞轮没有交。再一个碎石，飞轮躲掉，再翻窗。前面的话没有充能了。对。再给藤蔓去缠，守门员过来挡刀，能扛到吗？一个碎石炸出来了，这样还好，因为他如果这刀被扛到的话就很危险，就很伤了。对。因为外面的话，2台密码机都已经有人在修，守门现在本来就没有事情干，他就是要救个人。对。那他这里可能要被逼救了，因为铲子续不出来。对。被逼救的话，可能密码机还是会差一些的。而且碎石也命中了。对，有碎石的情况下，你是不太好保住的。想卡位。哎呦，过不去，只能踩板了。踩掉。守门再过来卡，你走哪儿我卡哪儿。现在直接下铲过去跟。对。那现在手里只有一个，逆击又好了，一个碎石不足以击倒反了呀。对，看一下他这边丢一下小反走，被骗了，一直跟上，再往前炸，才意识到也给骗着。那这样密码机够了，骗了好远的位置，密码机已经压好了。对，那守门可以走了，然后他不可以直接亮了，因为本身也没有火药反照嘛。是的，给一个藤蔓，看能不能走位扭掉，又有点远。哦，但是绕了一圈还是缠住了，绕了一个大圈。手上有底牌，那应该还是可以保平的。是的，因为毕竟还是有人他来不及去门口。不过这边也是非常头铁，直接硬点门，点脸上的门。是的，另外一边小天把这个门给点开了，他是在地窖的位置没有人，他如果传脸上的门还有机会去搏一下的。对，那这样要走地窖了。 3跑了，我们的本局第4局里面出来，要么我就把人给炸下来，要么我就带人一起去跑路。我去躲掉尼波、藤蔓之类的，让你这个身位一直拉不进。是的，还是不好打的。其实求生他们这把的话，其实还是压力很大，就不管监管选什么角色，他们要面临的一个压力是巨大的。因为大概率我是要争3嘛，不争3的话，这个比分我以后我再去找。那这样的话是选在了红泥亭。看一下莫尔什他整体天赋，我觉得他选2楼下应该也是有带一些牵制上的天赋。是的，加上酷手在中间嘛，我稍微在外。脸上的莫尔什，他的这把压力还是蛮大的，因为本身他的一个点位比较近，加上他的一个天赋上是一个单化险为夷。身位的话已经是要拉近了。没错。看一下，先开个门，给藤蔓过来，能抓住吗？还是被诗句给顶掉了这波控制？对，不过后面的话还是有跟一个碎石的机会。应该是继续去开门封走位，然后碎石去骗路易，但是被扭掉了。不过也还好，这波路易也是逼出来了。对，而且奈仔他，哎，这个火箭不过给到的是一个减速，也起到了一定效果。但作用也不大吧。
随时再被躲掉。主要他本身也被干扰到破译了啊，所以这个路易的话可能还是得交。下一个碎石应该就能够去击倒了。又来了，想带走吗？放下走位，火箭在抓没有，去来得及，来不及。而且他自己吃了一个碎石，还解了一波擦。对，好伤啊这一波。主要刚刚2个人都被这个碎石封路了，所以说这个身位就来不及交自己的一个道具。那这样的话，再往冬日这边挂一下，还能干扰到了法罗的密码机，对，他的一个密码机，人是不可能让法罗来救的。这确实是太亏了，因为枯手这个救人也有压力了，密码机也被锁。所以说这一波的话，法罗就是要纯溜达一下了。他可能过来协助一下救援吧，因为让那边的一个火灾来太远了。库这里的话，看有没有个火箭炸救的一个机会。直接锁一下，缠到了法罗，那就打法罗骗路易。哎，这个移形也不是很需要省，其实可以直接交，而且选择先一个藤蔓赶过来。哇，非常长而且准的一个藤蔓。对，那这边的话直接倒车底下，但是被撞飞了。行吧。而且车刚停啊，对于监管来讲，我也不用等这个车，我反而是继续把它往中场这边一挂。那这样的话，我能继续干扰到这边的一个破译。没错。2楼也能管到啊，我锁2楼的，然后你楼下的修不了，要来救人。现在的火灾再过来，这个气囊的话，看怎么样去交了，能不能辅助一波36？对他最好救下来，然后再放一个气囊，能够堵住监管。对，堵了一下还可以，但这个藤蔓见缝插针赶了过来，骗一下你的诗句跟路易，好细节呀！知道你这边一定会挡。那你这个木偶师走不远了。对，只能就往远倒一倒。而且第3波移形还在，可以出来接节奏。外面的残状态还是非常多的，感觉这把法罗还有争胜面，就已经平起了。把这个人一挂，然后看我去抓谁。现在外面这个状态都很差，枯丑也是一个一炸一刀，外面2个半状态。马上就是一波第2波节奏的一个衔接。这里的话，甚至预判一下，给你一个底下一个藤蔓，然后直接传上2楼，传上2楼，把你锁住，你翻就得倒。一个藤蔓过来咬住了，有没有碎石？碎石一炸一刀，把他秒在了一铲。你是上天，不行，下地也不行啊！现在是没有地方可以去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啊！那这里的话，2个人根本没有地方走，还只能刚刚就是先把状态调一下。但调法罗的话，其实他来救人的压力也比较大的。是的，而且法罗怎么救人呢？对吧？他这里是很怕被碎石炸到的，只要被碎石炸到，我这个藤蔓一缠，你马上就是一个救不下来。好，这边是骗我人已经到了。对，你就躲碎石，给藤蔓去咬住。怎么说？这里再给一个藤蔓再咬住。但是这个距离太近了，还想搏震慑，还有是救下来，卡了一个很极限的一个进度。那这样的话，能不能跑过这个藤蔓？追上了。不交手，他毕竟他这个速度的话，起的会比较慢。对。那这样的话，看一下2楼，如果能亮，那宠爱就把它往 S 板这边去挂。他这里的话是想锁下 S 板，不过这个密码机亮了，法罗的话没有回光返照是一个问题啊。也是预判一下，感觉是你的一个香薰手杖在骗我，然后让火灾过来救，但是这个藤蔓怎么办呢？等一下，还好他没有倒，因为现在2个人是有一个换位的时间的，没有人能压到密码机，现在就比较尴尬了，得利用这个气囊去做文章。对。而且枯手他快飞了，他快飞了呀！能压到密码机吗？能摸到吗？摸不到。摸到了，但是救不到了。接闪现，我天哪，还是一个拖抓。对，坏了！现在法罗怎么样走门呢？需要先把气囊给清掉。现在法罗绕另外一边的门去，把这个人一挂，我现在就是全程去找法罗就可以了。对。而且你没有回光返照，你这个没有加速啊！再加上这个角色的特性，你是躲不住的。是的。看一下宠爱的一个选择，先看视野有没有从原点去照，发现没有之后给自己一个加速，
往墓地里面去扎吗？还是不扎？假走位再骗虚拟博弈，假设性原则。但是其实椅子上去判断你的法罗可能在红莲河后面，对，他会爆的。但是他只要往右边一走，听到你墓地里面这个耳鸣，那你就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走了。摸了一个后腕，对，一个藤蔓赶过来，但不能被这个藤蔓是的，抓住。立即贴墙，马上下一个藤蔓又好了，一个后腕拉开想救人，但是这里还有一个藤蔓，有一个飞轮。怎么说？扭一下，回头想救人，但是她是法罗女士，飞轮顶藤蔓没有用，被拿下4抓8比1的一个比分，在我们的第4局里打出来了。那么现在他面对骑士拉拉其实有点头疼，比如说我拉队员一个激励陪跑，你一放很难去处理。对，包括说你要去追他的话，我在旁边放一只猫，我交一个加速，你这个猫就废掉了。也是选在了大门。其实这样的话，球城也是把调香师这个点位给保护住了嘛，把它给放在了这个。看一下放猫线往中场这边是小天。第一个猫是用来赶路的，而且小天已经是往木屋这边去拉了。其实木屋这个位置的话，可能放一只猫还是不一定有一个拿刀机会。对他可能还要等下一只猫嘛。对，选择直接换追。还是想要去找一下这边骑士的一个节奏了。是的。但是他这样的话，可能还得再等一只猫。因为骑士的话也是提前拉走，进入到这边使徒前期比较难受的一个而且他这个战术御剑其实还是很克制使徒安的，对吧？互相去锁你的一个技能嘛。对。怎么说？看一下，直接锁技能，不让你动，再锁一个相持。是的。这样的话，等下还有一个加速，那赶紧去交了一波跳。那还是在拿不到刀的一个身位里，要等下一只猫。那外面的密码机进度已经比较多了。再预测技能就是不让你放猫，对，然后强行拖时间，再预测相持，强行出2刀，然后再放猫，对，再放一个猫。那这个猫没有咬到，跳过来，手上是没有东西，直接打一刀，还有最后一个头盔。进入到了大房这个点，也还是不好终结。是的，看一下这个移形能不能去配合上，把这个距离给拉近吧。那交出移形以后，我预测技能跟平 A， 我的天，全对了，太准了！他是先等你空一刀之后再预测技能，让你觉得我预测的还是出刀，然后在后面再预测一个出刀。对，这样的话你就会先交技能再出刀。那这个地方的话要踩中，哇，还提前把板给下过去了。还好这里是一个超短板啊。再长一点的话，还能再拖一会儿。是的。那密码机第4台、第5台都已经在路上了，而且外面有双搏命啊，他这里还卡不到密码机，只能说强行挂过来，对，干扰一下调香，但他可以直接搏命救人，然后再修。我甚至可以秒救了，你自己带着化解为走了。外面已经在起双密码机了，他这台机可以不要的。而且你前面毕竟也没有到达一个2阶的情况，调香师感觉还是太难守下来了。就他放香水，你打他他能回，你不打他他有盾。怎么说？卡位拖时间，再回速，拉队员给了一个减 CD， 我的天，无伤救，你根本打不残他。是的，你拦不到这个人啊。没招了，只能去跟一波骑士了。这边想去锁下调香师的一个修机，但没有用啊，外面已经2个人在修了。对，调香这台其实跟外面的也差不了多少。是。现在主要看斗牛能不能。这样的话是让拉队员绕过来救。因为拉队员那台密码机比较少。对，他那个比较少，修了一半，但是场上这3台密码机都很多。拉队员是没有化险为夷的，这里看能不能让他救不下来了，这是唯一的机会了。那救不下来，把他给牵起来，不然的话这把感觉根本就没有一个多的机会啊。
但这边加速太打不快了，到包，猫已经可惜拉回没来。晕。这边第二段晕是不够的，对，第二段太短了。把这个人一救，甚至想飞轮晃一刀，其手上有一个小加速，妙雅姬已经压好了，还有回望反照。但这里放猫了，怎么办？那这样的话放猫击倒。不行，亮了。那亮了以后，你这个人根本追不了呀，你只有一个指引过来。移形得直接交啊！这猫还没过来，你没地方跳呀，进木屋了。对，你的这个猫是在木屋外面的。那应该是没了，因为门已要开了。主要这个骑士你现在也终结不了。就是你这把甚至说到开门战你都没有减员，那你就不存在一个多抓的机会。对，你什么监管来，他也得先减员啊。使徒的话，他其实也是跟杂货商一个问题吧，比较依赖自己的一个手语节奏。传送过来，铁王师有盾可以硬挡一波，还得去等他这个盾结束，还有飞轮，不过还好。那边骑士的一个自愈也是很多了，只有一半了。主要是那边三叶会去接他，然后给你摸起来以后，再给你打着这样的一个加速，两个人一直过去陪跑。看你的这个猫应该是不太好赶过去啊。再跳一段，大概是到一个中场的位置，但人应该是已经到大门了。然后3个人都冲到大门。对你现在是一个真空期，只能看着他们3个往前跑。这把应该是一个3出局了，因为没有任何的技能嘛。对。那现在其实也是可以直接确定了。对，让我们恭喜成都狼队拿下了比赛的胜利啊！前面的话，个今日的赛果，那今天一共2场比赛嘛，也是都打满了。然后呢，第一场是 MRC 获胜，第2场呢是成都狼队获胜。是的。那也是看一下明天还有我们常规赛、附加赛最后一场比赛是成都GG对阵到成都狼队。没错。那他们2个的胜者就会拿到我们最后一个进入线下赛的门票嘛。刚才也是聊了很多，对吧？非常期待一下明天的一个对抗啊，明天的一个对决。